比特币暴跌之后，现在是该上车还是该逃命呢？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呢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价值的比特币多单。那以太坊呢也是25万美金，我完全没有减仓，我依然是 strong hand 持有这2张多单。那目前你可以看到呢，利润已经进行大幅的回撤，非常大幅的回撤。之前我们是赚着大概310万、320万左右。那现在如果我们再扣掉资金费率的部分，现在很有可能只有270万甚至260几万的收益，所以其实已经利润大幅回撤了。那除了比特币、以太坊之外呢，我自己也有做山寨币。那山寨币我自己呢，主要选择是做 AVAX、雪崩、Avalanche 还有 Solana 这2个币种。那开的仓位呢，确实是不大，真的是不大。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收益呢也非常的可观，而且尤其是 Avalanche、AVAX， 它在这一波的下跌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不能说没有下跌，但是就以比特币下跌的幅度，还有 Avalanche 它下跌的幅度来相比较呢，我们依然保有非常丰厚的利润。那确实 Solana 我们目前正在亏损当中，但是我依然看好 Solana。那如果说你也想交易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了。好，那我们回到盘面上吧。首先呢，我们必须从我们插的这根 K 线开始说起。那其实这根 K 线呢，我认为相当关键。其实这根 K 线它所做的行为呢，就是杀多头、杀杠杆。那我们在做这种杀多头的时候呢，基本上庄家它就是2个最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把多头给清掉，多头的杠杆就是做这些炒短线的人，或者说有开杠杆的人，必须给清掉。那第二个呢，在下跌的过程呢，他也会不希望接太多人上车，因为如果说接太多人上车的话，也会增加他后续拉盘的负担啊。那为什么要把杠杆给清掉呢？其实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当庄家在拉盘的时候，如果说中间没有进行任何的回调，就直接拉上去，那么这些做短线的人呢，或者说做合约的人呢，他们就会大幅的盈利。当他们大幅盈利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会变现出场了。那当变现出场的时候，就是一股多单要平仓嘛，卖出平仓，卖出它就是一个下跌的动力了。所以庄家他当然不希望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有这种下跌的动力阻碍它拉盘，所以必须在上涨的行情进行这种轻杠杆。而且当我们出现轻杠杆行情的时候呢，就代表说我们接下来庄家他还是要继续再把盘面往上拉的。那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判断标准呢，就是有没有突破前高。如果我们轻杠杆之后还能突破前高，那我觉得可以跟各位保证，庄家他所做的这次轻杠杆的效果呢就会发酵。我们往上呢绝对不是47000、48000可以抵挡得了的，很有可能呢我们就会直接看到5开头的比特币了。好，那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其实我们在过往的行情当中呢，有不断出现这种杀多头的情况。那它有2个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插针要插得够深。好，我们刚刚谈到说，基本上呢，我们这种多头轻杠杆啊，好轻多头杠杆，轻多头杠杆的情况呢，它主要是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杀多头；第二个目的呢，它不希望你上车，少人上车，所以它要达成第一个目的，它要怎么做呢？那价格一定要打得深打得远。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波下跌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大概是10%左右，那如果我们只有计算这根 K 线的话呢，它也有高达7%、8%，其实绝对我相信可以把这种小周期操作小周期短线的杠杆给全部清出去，绝对没问题的，因为下跌的幅度够。所以杀多头呢，它要用什么方式呢？它用的手段呢，就是这个价位啊要有很大的移动，短时间价位要有大的移动。那很少人上车怎么办呢？它当然就是用插针的方式，所以我们常常见到这种杀多头的 K 线呢，它会有很长的下影线，就是时间很短，基本上就可以透过这2个方式来达成庄家所要的效果。那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我们除了当时这个地方，还有这里呢，我认为这里它也是杀多头，它这里是杀多头，很快的把杠杆给清掉了，把杠杆给清出场了。清出场之后呢，好，开始爆拉。尤其你可以看，我们完全不给你什么反应的时间呢，完全都没有给你，比如说考虑一下要不要买现货的时间，直接拉上去。
那我们第一波上涨结束之后呢，杀完多头，还有后续第二波的上涨。那当然也是为了后续第二波的上涨，我们才会需要杀多头的。也不止我们之前这段的行情，我认为我们在走这段行情的时候呢，我们也走的相当的经典。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经典杀多头的行情啊。上涨好衰竭了之后杀多头，杀完多头之后，后面还有一段涨幅。尤其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如果说能把握这个突破趋势线入场的机会，就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易时机点了。那我们在更往前，其实我们在大牛市的时候呢，牛市多急跌。如果说牛市它没有急跌，那它就不是牛市了。那我们熊市的时候呢，熊市是缓跌，熊市缓跌，牛市是急跌，急跌的时候就是牛市啊。像你可以看这一根，看上去好像不怎么样哦，但你可以实际测量一下，这一根可是来到了可怕的 14.71%，绝对可以把所有的多头杠杆给清出去，至少短线的甚至中长线的都可以被清出去了。这可以见到庄家他在清杠杆，他花了多大的这种力量，跟他进行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强的。那你可以看到牛市的时候呢多急跌，熊市的时候呢是缓跌的，熊市的时候是缓跌的，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好，那我们再回头看啊，那有人说我们会不会直接到44000、45000就是顶部了呢？因为我们频道之前也有说，我们下一个目标位就是44000、45000，那会不会45000就是我们的顶部了呢？我认为目前来看也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为什么呢？或者是说它有可能成为顶部，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说明它就是顶部。那首先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点，就是我认为我们在要形成顶部的过程，或者说回调也没有关系，杀多头也没有关系，但是关键位不能破。我们可以发现前面的关键位是什么地方，或者说我们可以把现在的行情呢跟真正的顶部去做比较，真正的顶部跟现在它有什么差异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它就是一个真正的顶部了。那在走这个顶部的过程呢，你可以发现，第一个它跌破关键位了，我们箱体下破了，这里跌破关键位，跌破关键位，这个是在行情运行当中呢，或者说技术分析相当重要的准则，就是它关键位已经破了。它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量能啊，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这里，它所走的量能呢是空头啊，是或者我们这样说吧，供应呢是远大于需求的，所以我们的现在的量能呢也没有走出这个情况了。当时是这两个很重要的点啊。那还有就是啊，它要有累积足够的时间量能，它需要有一个震荡的区间，不是这个区间，它要有一个震荡的区间。那再来呢，就是你可以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这种实体很长的阴线，那就代表它真的在供应。实体很长的这种阴线呢，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就必须得非常非常小心了。那我们可以把当时真正的顶部呢，跟我们现在来做比较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走出一个区间的呢？没有，没有的。我们现在是没有走个区间的，我们还在一波这种parabolic 的上涨，没有区间，没有时间量能的累积，没有时间量能的堆积啊。那再来就是关键位呢，我认为没有破关键位，我认为现在是在33500。小关键位，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几点呢来做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差距了。那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这些 K 线呢的量能呢，现在的需求呢是远远大于供应的，所以我认为现在是没有出现顶部的征兆，也就是说我们这波行情它还有得走。它最后呢就是我们这根下跌它也是出现了收针，它并不是这种实体饱满的大阴线，没有实体饱满的阴线，所以我们包括从这几个点呢，我们都可以统整啊，我们会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位置它没有形成顶部的，它是没有形成顶部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呢还判别不出它是顶部。那我们可以再把级别呢再缩小一点点啊，其实你说这个实体部分它还会不会再回来这样子踩到？会不会把这个真踩死呢？甚至我们在震荡了一段时间过后，它还会不会再往下跌一波呢？其实都有可能。那目前
我们该从什么指标来去判断呢？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呢，抄底的人多不多？如果多了的话，那我们就还会再杀一波。那如果说抄底的人很少，那其实杀到这里就可以上去了。或者是说有没有很多多头被洗掉？如果很多多头被洗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直接上去。如果还有很多多头的话呢，那我相信很有机会，我们还有可能再往下洗第二波。当然，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真材实嘛，第二步就是我们再洗第二波。那这个是大家得必须注意的。那当然，做长周期，我们就要有长周期的思维，长周期的strong hand 要基于我们的判断来交易，不能基于感情啊。因为我们如果看单子的话，它确实少了很多的浮盈，这确实是没错的。但是我还是基于理性的交易。好，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非常欢迎你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